今天给大家唠唠曹节王府啊，这个武将牛逼了。江山如故衰包的两个宦官啊，太监。首先，这两个人在历史上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东汉末年灵帝时期的宦官对他俩迫害的名臣陈蕃，对他们有过一句评价：中常侍曹节、王府等，自先帝时操弄国权，浊乱海内，百姓汹汹，归咎于此。对，这个这样的称号就是浊乱海内，典型的亡国宦官啊，可以说是十常侍的前辈啊。两人都是荒淫暴虐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啊！别看他俩处在这儿人模人样的，肚子里面都是坏水，一个睁着眼搁那奸笑，一个直接搁那闭目养神，反正都没把朝政百姓放到心里面啊！我是真的不想多瞅他俩两眼，不如多看看黑丝啊！曹节王府这个原话刚出来的时候，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腿是谁的呀？我一开始以为是何太后的，后来我仔细想了一想，曹节王府当政时期，何氏还没有被立为皇后。那这个腿应该就是窦太后的啊，当然是谁的腿，其实对咱们来说也不重要。咱们看技能，曹节王府3学2技能，一技能纵害，每轮限一次。当其他角色进入濒死状态时，你可以令其选择至多2名角色，仅被选择的角色可以于此次濒死决战中使用牌，其脱离濒死状态或死亡后，你对其选择的角色各造成1点伤害。这是一个极其阴险黑暗的技能。一个人被打进濒死，你可以让他选择至多2名角色去救他，他可以选他自己，也可以选别人。在此基础上，他脱离濒死状态后或死亡后，他选择救他的那2个角色就各掉1滴血。你发达的时候，周围肯定都是好人，但你在弱小的时候，你被置于死地的时候，你处于舆论中心的时候，你真正需要被别人伸出援手的时候，真的会有人愿意冒着自己的生命、自己的事业，也可能被搭进去的风险去救你吗？不好说的呀，玩的就是你这个心态。这个技能明面上的运行逻辑很简单，但是它在实战中有很多种情况，因为主动权不在曹节王府手上，它在濒死人手上。第一种情况是曹王的敌人被打进濒死，这个时候站在濒死人的视角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选择己方队友去救自己的，因为你不知道队友谁有逃啊，就算他们真给你救回来了，他们自己也要跟着掉血，压根就指望不上他们。而选自己救，除非你手上9桃很多，你手上就1张桃，你脱离濒死之后，紧接着又要掉滴血，还需要1张桃，你救不回来，你还是要死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不怎么办啊！你落到我曹节王府手上，你还想干干净净的走出去啊？算了吧，别指望有人来救你了，我给你当一次英雄的机会，直接选我们曹王这边的角色吧。你死了还能打我们这边2滴血，对你们来说其实也不算亏，但你自己的命肯定保不住，就很残酷。第二种情况就是队友被打进濒死，那曹节王府的队友啊，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，也是被利用的。这个时候曹王团队要是感觉己方都没桃子，或者说捞队友捞出来收益也不高，那就不救了，让这个濒死的队友选2个敌人拉下水就完事了。还有一种玩法是让队友选你曹节王府，然后再选一个敌人。至于为什么这么玩，咱们看2技能绝阴。当你每回合首次受到伤害后，你可以摸3张牌，然后本回合所有角色受到的伤害加1。你别看这个技能描述很简单，绝阴它才是曹节王府的主技能啊。接着刚才的说，队友选你曹王，就甭管你能不能把人家救回来，活了也好，死了也罢，反正你曹王是可以卖1滴血摸3张牌的啊。摸完牌，本回合所有角色受到的伤害就加1了。那这个时候你队友另外选择的一个敌人，直接咔就掉2滴血呀。对，这2个技能是这么配合的。当然在实战中你要注意这个掉血的结算顺序，选择的敌人要在曹王顺次之后，让他在曹王之后掉血，不然的话就没有太大的意义。绝阴这个技能就是唯恐天下不乱，我不好过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。这个技能单拿出来，说实话强度一般啊，太被动了。但场上如果有元神、张让啊这种在1回合之内能开很多次 AOE 的队友，那你配合他们掉个血，全场都加伤，这效果打出来都不敢想。不过这个技能也不能随便用，你要预判场上的这个持续伤害是打谁的。敌人的回合开个 AOE 你卖血，然后后续伤害全打到己方团队身上，那可能就自敌了。OK， 这是曹节王府啊，这个将玩起来很有代入感啊，纯坏种啊，破坏来破坏去的，人情味反正是没有的啊。技能组有一定可玩性，但是主动能力不强，吃队友的配合。